周一，美国国防部下属网站发布消息证实，由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等组成的中俄海军联合巡逻编队，上周曾出现在白令海、阿拉斯加基斯卡岛以北约75海里处。美国海岸警卫队派出金伯尔号巡逻舰跟踪监视。有分析指，这是继去年10月之后，中俄海军进行的第2次联合巡航，这次航程更远，意义更为重大。美国《星条旗报》援引美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新闻稿报道称，上周一，母港位于檀香山的金伯尔号巡逻舰在白令海进行例行巡逻时，在基斯卡岛以北约75海里处遇到中国的055型导弹驱逐舰。白令海是指太平洋北部被阿拉斯加半岛、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围成的一片水域，北端通过白令海峡与北冰洋相连。公开资料显示，基斯卡岛是阿留申群岛的一部分，位于安克雷奇西南约2100公里处，距离俄罗斯约1100公里。美海岸警卫队称，金伯尔号随后还发现另外2艘中国军舰和4艘俄罗斯军舰，他们被认为是一支联合水面行动编队。据报道，发现中俄联合巡航编队后，金伯尔号开始进行跟踪监视。美国《星条旗报》表示，上述编队当时正处于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但海岸警卫队驻阿拉斯加基地第17区指挥官纳森摩尔强调，编队是按照国际规则和规范行动的。星条旗报的这则报道也得到美国国防部下属图片和信息公开网站 DVIVD 的证实。当你这个舰艇编队走向远海的时候，你就要面临更多的防空反导的问题、反舰的问题、反潜的问题，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问题。那么你既然能够做到远航远海，而且还要应对这么多的特殊的军事行动情况，说明你的这个编队的这种完成各种各样军事任务的能力在提升。那么当然我们在巡航的过程中，那么美国它也派出了相关的这个舰艇飞机，包括日本有的时候也派出舰艇飞机跟踪监视。实际上呢，他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中俄两国的这种联合训练的它的能力在提高它的航迹在扩展。本月初，中国海军南昌舰编队与俄方舰艇参加了东方2022演习海上实兵演练科目后，两国海军的相关舰艇就在太平洋水域展开联合巡航，这也是继去年10月之后，中俄海军进行的第2次联合巡航。根据俄国防部的通报，此次联合巡航的俄方舰艇包括沙波什尼科夫号反潜驱逐舰、完美号、响亮号护卫舰、俄罗斯英雄阿尔达尔齐登扎波夫号护卫舰。中国海军舰艇则为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导弹护卫舰盐城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央视军事官方微博上周五援引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指，在联合巡航中，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其中包括海上搜寻和救援、防空和反潜训练等。相关消息还透露，中俄此次联合巡航的距离已经超过3000海里，即超过5500公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俄舰艇编队现身白令海的可能性。去年10月，中俄海军完成海上战略2021联合演习后，双方实践组成联合编队，也是从日本海出发，直接出日本北方的津轻海峡，然后自北至南巡航了日本本岛，最后自大隅海峡进入东海。若此次航迹覆盖白令海，无疑扩宽中俄海军联合巡航的范围，以及增加了中俄战略合作的深度。以往的中国海军主要的活动海域都是温暖的东海、南海等热带、亚热带水域，进入寒温带和寒带海域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在这一方面，俄罗斯海军毫无疑问有着丰富的寒带海域运作经验，能够给中国海军提供有效的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报道中俄海军的行动时，还有部分美媒将此事与中国对北极地区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美媒援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发表的言论称，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不符合北约国家利益。他声称，俄罗斯已经成立一个新的北极司令部，而中国宣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并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有评论指，美媒这种论调属于老生常谈，中国的种种活动都会被用于炒作各类中国威胁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一些西方舆论更乐于炒作中俄加强军事合作、中国加强在北极军事存在之类的话题，但这些都只是臆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期也曾表示，中国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一贯本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积极与各方开展北极国际合作，推动北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其实美媒的担忧啊，主要是认为它在北极地区还有所谓一岛链的封锁的这种能力啊在下降。因为我们知道北极地区啊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可以使用的区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美国呢，想把这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对于中俄的军舰在这个区域里边的出现呢，所以它就非常的警觉或者是不安。而我们呢，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因为你既然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公共的区域，那我们的舰船当然可以从这里通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已于周二落幕。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原本希望借此开展吊唁外交，但实际情况却是出席人数不如预期，且规格较低，这让岸田的期待落了空。再加上高额开支等原因，岸田在国内的支持率也继续下滑，创下上任以来新低。那么岸田究竟将以怎样的姿态迈入后安倍时代？就在本周四，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就会到来。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日本国内的政治家又为岸田提出了怎样的建议？来看报道。周二，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安倍晋三的国葬如期而至。这场花费超16亿日元的仪式，共有约4300人出席，包括700位来自21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代表。除了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韩国、蒙古等国家外，多数国家的现任元首或政府首脑均未出席。美国派出的是副总统哈里斯，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派出的则是已卸任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日本外务省还透露，截至周三，首相岸田文雄在3天时间里一共进行约30场外交会晤，但除了与哈里斯的会谈外，均是10至30分钟的会谈。观察认为，这让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就外交课题展开深入对话。高千穗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吴野景裕夫认为，2000年前首相小渊惠三的葬礼上，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席，但此次拜登总统刚刚出席过英女王葬礼，却缺席安倍国葬。此外，有多国领导人拒绝出席，显示日本国际地位下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没有为吊唁外交做好准备。从各个方面来看，浪费国家10数亿元开支的吊唁外交并没有起到成效。除了吊唁外交成效不如预期，岸田想借国葬继承安倍遗产，进而拉抬支持率、巩固执政基础的目的，似乎也没能实现。不过，尽管岸田支持率创下去年10月上台后的最低点，但路透社分析指，安倍晋三的政治遗产正在从国防到货币政策的各个方面塑造日本往后的政治。岸田预计将萧规曹随，继续执行安倍政策。在国防方面，岸田文雄已承诺5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1倍，达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将使日本成为全球第3大军费开支国。在外交方面，岸田文雄在此次吊唁外交期间就多次表示将继承安倍遗志。最初的岸田政府的这样一个通过葬礼外交在国际上获取这个地位巩固自己的执政的这个基础，这样一个目标的话呢，没有达到。那么就是或者说是只是很少的部分的达到的。那么至于说安抚这个就是自民党内的亲和会这样一个就是安倍派，我想应该讲还是就是对于这个自民党内的这个相对安定达到了他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周四，中日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一段时间以来，两国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仅日本外务省网页上刊登的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事业日历，从1月9号到12月16号，就一共有85项活动。日本共同社本月初也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积极准备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消息人士预计，岸田将在相关活动上呼吁加强高层交流，缓和当前中日因台湾问题等引发的紧张氛围，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外界注意到，就在纪念日当天，一场呼吁日本政府停止炒作台湾有事的紧急集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这场集会实行委员会的负责人田中刚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属于中国内政，我们必须敦促日本政府停止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停止从属于美国的外交路线，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强调，日本政府应该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抓住中国高速发展的机遇，不应为对抗莫须有的威胁浪费国民税金。台湾问题上，
根据就是当日就是复交这个3原则啊，根据就是后来这个50年的中日关系的一个实践来看，是没有什么灰色地带，啊，没有什么就是说是你可以就是说是一种活动的一种空间啊。这一点的话呢，我认为日本政府它是有认识的，但是呢，出于就是美国的影响以及它的地缘政治战略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的话呢，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是小动作不断。如果预测一下的话，美国也还会再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来挑战中国。那么日本的话呢，大概率的还是要跟进。近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也通过不断发声，呼吁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为契机，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之女、日本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日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回忆了她所了解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表示互信互惠、求同存異应是两国关系的主流。日本は世界中地理的に引っ越しできない。2000年以上も影響を受けて交流があると。この国と仲良くしないことはないんだと。で、しかも日本は侵略戦争をやったと。でそのことについて一度も日本人は謝らないでいつもその中国語で曖昧にしたままでね来てるけどそれは良くないと。まず一番近くて歴史の古い中国に対して日本はまず謝らないとならないと。それが一つとそれはもうしょっちゅう言ってましたね。田中真纪子说，自田中角荣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起，中国的事情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开始释放改变对华政策的信号。9月29号，中日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业已结束。1992年，当田中真纪子陪同父亲再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方热情款待，住处也被安排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下榻的同一房间。当时，田中角荣尚处于脑梗后的恢复期。田中真纪子说。中国政府的细致用心，他都非常明白。日本の問題なのよと中国に対しては、で中国との長くて深いつながりがあって、日本政治の根底にあるものは常に中国問題であり、それを抜きにして日本の政治というもの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と。だから日本が復興するにはどうするかっていう政治家で、日中は一貫だってその一つだったんですよ。现年70岁、刚刚连任日本执政联盟公明党党首的山口那金南就表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公明党始终扮演着架桥铺路的角色。1968年，公明党创始人石田大作就发表“光荣属于战斗的学生部”的演讲，这被后来者称为池田畅言的演讲，在国际上冲破了两极格局的束缚，超越了原有的日中民间交流范围，壮大了日中友好的力量。成为公明党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针。1970年12月成立的以公明党为中心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有力地开展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民众运动。山口那金南在接受华文媒体专访时就强调，无论何时，公明党坚持与中国友好交流的理念都始終不變。公明党は一貫してこの日中関係、野党の時も与党になってからも。また関係が山があったり谷があったりいろいろな波が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一貫して友好交流を継続しているこの姿勢はこれからも変わりません。公明党の創立者である池田大作名誉会長はこの日中関係を金の橋に例えてこの崩れざる朽ち果てることのない金の橋を築くことが大切である。そしてこの橋を渡れば渡るほど強くなるということを我々に伝えています。国之交在民相亲嘛，那么现在的这个民意这么低，对两国的政府的对中日关系的这个考量和决策，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也看到就是最近随着就是明天这个正日子的到来那么中日两国政府层面、民间层面。那么都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那么这些纪念活动呢，对于民意的一个缓解，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呢，我认为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崛起或者发展吧，
也还没有是客观的或者理性的加以认识。特别是发展海上力量的这样一个举措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就是说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中国威胁。我们要把这一点呢要说清楚，而且这个是有希望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日本国内学界、财经界呼吁中日友好合作。那您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前景呢？无论风言如何变化，从中日两国上千年的交往历史来看，友好和合作还是主流，这是中日关系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基本盘。即便回顾1500年以来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东亚是欧亚大陆的巨型和平区，中日两国是东亚和平的基础。直到近代以来，东亚国际秩序在殖民扩张之下瓦解，日本脱亚入欧，接受和模仿欧洲殖民大国的内外政策，东亚地区中日两国实力转移，日本试图在东亚建立霸权体系，这是19世纪中后期一直到二战结束，东亚震荡，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深层次的原因。日本在二战的惨败呢，也意味着日本脱亚入欧的战略是错误的。东亚秩序还是要回到原有的轨道和逻辑上来。从地缘而言，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中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的支柱。基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区域经济合作网络越来越绵密，中日两国的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呢，也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去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依然是强劲增长，这足以说明精妙合作、产业合作已经变成了中日关系的深层结构。因此，无论是从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惯性，还是当下中日经贸的深层嵌套，都决定了中日友好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财经界大力呼吁推进中日合作的原因所在。当下中日关系受制于剧烈变动的地缘政治结构，日本的对外战略呢，似乎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回归亚洲融入到亚太发展潮流之中，还是脱离亚洲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中？我曾经分析过，印太战略呢是具有明显的欧洲或者欧洲大西洋色彩的地缘战略，核心呢还是维系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和经济霸权。日本政府最近2-3年的政策存在明显的转向，在产业、技术以及防务等议题上呢导向美国，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支柱。从菅义伟到岸田文雄，似乎愈来愈失去安倍时期比较灵活的外交策略，呈现出选边站的色彩。安倍前首相遇刺身亡之后，日本自民党内部的派系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岸田文雄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外交政策的均衡，还有待观察。但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友好合作的基础依然稳固。在当下中日关系的结构中，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去主动地塑造中日关系，为中日关系以及东亚的和平发展创造条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于周一开启为期4天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这是继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首访日韩后，时隔4个月，美国政府2号人物借吊唁外交再访日韩，凸显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但是哈里斯此访明显又想带节奏，抗衡中国成为哈里斯此行重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周一刚到东京，就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共识，是确认考虑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将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哈里斯周三还访问了美军横须贺海军基地。在哈里斯抵达日本的当天，美军1.5万吨级别的隐身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抵达横须贺军港，开始其首次海外部署。在芯片领域拉拢日韩排挤中国，也是哈里斯此行重要目的。哈里斯周三在东京主持了一个与日本商界领袖的圆桌会议，游说当地企业参与美国的芯片法案，敦促日企扩大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哈里斯称，日本在建立有弹性的芯片供应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据美方透露，参加会议的有东京电子、富士通等10几家企业。美国于7月28号出台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简称芯片法案。在白宫发布的相关说明中，芯片法案的目的就包括降低成本、创造就业、加强供应链等，与中国竞争。而建立芯片4方联盟是美国拉拢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联盟，意在垄断高端芯片产业，进一步限制中国芯片发展。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加入美国所谓的芯片法案之后，实际上它面临了一个可能会失去部分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法案当中，美国规定，如果说你接受了我的资金资助或者是税收减免，那你就需要在10年之内不能在中国的大陆地区进行增资扩产。所以对日本企业而言，那不能增资扩产之后，实际上中国会逐步的用国产化或者其他国家的产品来替代它。哈里斯周四将启程赴韩，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韩国媒体称，双方将就加强韩美关系、朝鲜问题、经济安全、重要地区局势以及国际热点等问题交换意见。不过，围绕打造芯片四方联盟的沟通，韩国被认为是潜在参与方中最不情愿的一个。首尔已向美方提出入盟条件，包括不能损害韩国在华贸易投资、不能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等。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称，韩国政府和企业在中美之间左右为难，深为苦恼。从韩国来看，对中国出口占到半导体出口的60%，三星电子在中国拥有半导体工厂。目前局面是，美国将迫使此前顾及中美双方维持平衡外交的韩国选边站。面对被迫加入芯片四方联盟，韩国半导体巨头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元日前就直言，放弃中国大陆市场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美国的芯片产业政策就是吸引韩国芯片制造商前往美国设厂，这无疑将减少韩国本土生产设施。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部长李宗浩周二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韩国正准备迎接来自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更大的挑战，危机感笼罩着韩国半导体业。到现在为止，这个芯片联盟的推进实际上比我们预期的要慢很多。那其中实际上韩国一直在打这种来回的推脱权。说白了，我不想加入，但是呢，他又担心，如果我不加入美国的芯片联盟，美国会不会以出口管制对相关的产品和技术对我实施出口限制，这样会影响整个韩国半导体生产链的。所以韩国目前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境地，但他也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值得注意的是，韩国近期屡遭美国背刺。《华尔街日报》曾发文透露，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今年6月凭借一通电话撬走了韩国一个5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而为了实现电动汽车产业链本土化，美国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引入电动汽车电池原产地证明等相关制度，使现代等韩国主要汽车品牌处于不利地位。彭博社引述韩国一位高级官员说法称，韩国将这一新规则视为背叛，可能会感觉像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哈里斯周二在日本东京与韩国总理韩德洙会晤时强调，理解韩方对美国电动汽车税制优惠措施的担忧，双方商定就相关问题继续进行协商。哈里斯还将于周四访问朝韩边境非军事区韩方一侧。韩国东亚日报说，哈里斯将听取美军指挥官的作战简报等，并再次确认美国对韩国安保的全面承诺。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表示，此访极具象征意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他可以通过此次的访问给韩国施压。你在地缘政治上处在一个紧张的局势，需要我的支持，那么在一些产业合作方面，你就需要配合我来完成我相关的部署。一段时间以来，半岛局势并不平静。正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的美韩海上联合军演周三进入第3天，美方公开了直升机起向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展开训练的图片。此次演习，美韩共出动20余艘舰艇。韩国媒体称，这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航母首次在半岛附近参与两军海上演习。5年前，美国派出包括里根号在内的3艘航母参与演习，以回应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后访问日韩，那您怎么看哈里斯的吊唁外交？哈里斯参加安倍晋三的葬礼，也是承担了作为副总统的角色，以此来提升美日关系的层次。众所周知，美国的副总统主要是仪式性的职位，哈里斯的活动以及发表的言论基本符合美国现在印太战略的意图，也没有超出现在的框架。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充实印太战略的内容，尤其是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强化美国对东亚芯片产业的控制。在日本访问期间呢，哈里斯会见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高层，希望推动多元化发展，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美国拜登政府通过了芯片法案，对国内的半导体企业呢进行补贴，并且对盟国的相关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另外呢，组建所谓的4方芯片联盟，其实就是要限制甚至是切断日韩企业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对于这样的意图呢，日韩的政府和产业界也是有所警惕的。据媒体报道说，美国、日韩以及台湾地区就芯片联盟的问题进行了第一次工作磋商。可以看到，美国的芯片联盟的设想与现实之间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正基于此呢，哈里斯在日本大肆炒作台海议题，其中的意图不外乎就是通过安全问题来吓唬台湾当局。另外呢，哈里斯的日韩之行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印太战略存在着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之间的不协调。美国主导和动员了一些盟国的安全合作，但是亚太地区在最近几十年形成了明显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野。美国要实现二者的叠合并不容易。现在美国试图通过地缘政治的动员来施压盟友与伙伴，对美国的产业技术联盟屈服。换句话说呢，就是拿着产业技术供应链纳投名状，以此来购买安全。这样的套路啊，美国在冷战期间对欧洲的盟国就用过，现在挪到了亚洲。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在联大会议期间对中美关系发出了强音，尤其是对美政策有5大确定性。中国以战略定力来推进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便可打破美国印太战略的意图。俄乌战事焦灼，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1和北溪2管道突爆发生泄漏，相关各方都指这是一起人为蓄意破坏行为。德国媒体甚至爆料，几周前美国中情局曾向德方通报北溪可能遭受攻击。那么，到底是谁要对北溪管道施加破坏？目的又是什么？欧盟、俄罗斯及美国各有说辞，都强调要全面调查事件真相。丹麦媒体报道称，北溪2天然气管道附近周一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天然气泄漏。随后再发现北溪1天然气管道也有2处泄漏。由丹麦国防司令部发放的视频可见，北溪和北溪2管道上方海面有气泡涌出，扰动范围最大超过直径1公里。丹麦和瑞典均已发出航行警告，要求船只与泄漏位置保持5海里以上距离。北溪1和北溪2是2条平行的天然气管道，全长1000多公里。从俄罗斯经过芬兰、瑞典、丹麦的领海到达德国。北溪2天然气管道与北溪1设计容量相当。去年9月，北溪2项目完工，但受俄乌冲突影响，该管道至今未投入使用。北溪1管道由于维修，也已暂停输气。但为了保证在必要时管内气压水平能够进行天然气输送，2条管道目前都是注满天然气的状态。作为欧洲能源大动脉，北溪天然气管道关系到整个欧洲大陆的能源安全。数据显示，2021年北溪1天然气输送总量达到592亿立方米，占当年欧盟进口俄天然气的近40%。丹麦及瑞典地震学家同日也注意到泄漏范围曾发生猛烈爆炸，其中疑似强度相当于2.3级地震。瑞典首相安德松表示，侦测到2次与泄漏事故有关的爆炸，情报显示事故可能是蓄意破坏。正与丹麦和德国等邻国以及北约密切联系。瑞典警方指已展开初步调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3发布声明称，欧盟对此事深表关切，欧盟将支持所有旨在全面揭示事件真相的调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2警告称，如果欧洲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欧盟必将采取最强力的还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北溪项目的紧急状态事关整个欧洲大陆能源安全，此次破坏史无前例，俄方对此极为关切，不排除管道事故是破坏活动所致，俄方要求全面调查。北溪天然气管道受损的爆炸事件究竟可能是何人所为？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欧洲政府目前均未断言。德国有海事战略与安全专家将矛头直指俄罗斯，认为只有俄罗斯有动机和能力蓄意破坏北溪管道，然后嫁祸北约，指事故是北约针对俄方天然气设施的袭击。不过，波兰前外交及国防部长、现任欧洲议会议员拉多斯瓦夫·希科尔斯基的一番话露出另外一种端倪。希科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一张波罗的海水域大量天然气泄露的照片，并附言感谢美国。希科尔斯基随后写道，
北溪天然气管道受损，意味着如果俄罗斯希望继续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它就不得不与控制兄弟和亚马尔管线的国家乌克兰及波兰谈判。他留言称：“干得好！”希克尔斯基这一表态发出后，迅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即在转发并质问称：“这是关于恐怖袭击的官方声明吗？”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德里特米·波利扬斯基则感谢希克尔斯基，让外界清楚地表明了谁是这次针对民用设施恐怖式行为的幕后者。美国向来是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积极反对者。今年2月，俄乌冲突开始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曾警告称，如果俄罗斯发动对乌军事行动，那就不会有北溪2，我们将终止它。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就表示，袭击或破坏行为导致天然气管道发生泄漏，显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则表示，美国支持对此进行调查。现在我们最重要看到的一条结果就是，西方的媒体，包括俄罗斯在内啊，大家普遍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问题。过早的下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还是欠妥的。那么这种调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调查可能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这种调查者的他的一些主观的倾向的一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明镜周刊》援引几位知情人士的话称，早在几周前，联邦政府就收到了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警告，称位于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可能会遭到袭击。德国政府拒绝就此置评。该国安全部门还认为，考虑到泄露的具体情况，很可能是潜水员或小型潜艇在管道上安装了地雷或炸药，而只有国家行为体才能做到这一点。观察指，北溪天然气管道的受损意味着今年冬天已经不太可能向欧洲输送任何天然气，这或标志着乌克兰局势的升级。彭博社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表明在欧洲要在没有俄罗斯大量天然气输送的情况下挺过这个冬天。石油管道已经停止运转，但任何关于莫斯科可能在某个时候重新打开管道的希望，现在都破灭了。实际上，我觉得在中长期，大家已经有了这样的预判。那么，即使在这个管道修好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欧洲、美国已经宣布要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能源的这个价格进行限价。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俄罗斯一定要做出这种报复性的措施。那么，这种报复性的措施有可能就包括断供石油或者是天然气方面的断供。所以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爆炸的事件呢，其实我们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因为它是一个在整体的欧洲和俄罗斯能源脱钩的这么一个过程。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引发欧洲各国担忧。那您认为欧洲能扛得过即将来临的冬季吗？主持人好，欧洲人呢对北溪管道被破坏产生的惶恐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呢是北溪管道被破坏是第一次，而且呢3条支线同时被破坏，而且呢好像是人为蓄意破坏，这给人的心理阴影极大。二是这条输气管被破坏，等于呢阻断了俄罗斯向欧洲输气的途径，也不知道呢啥时候才能修好，怎么过冬呢是令人发愁的。3呢是担心战火呢会不会从乌克兰出境延烧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呢单就欧洲能不能过冬而言呢，看来还是很有准备的。欧洲经济呢可能会陷入衰退，但人呢冻不死。换句话说呢，欧洲呢是能够扛过去这个冬季的。截至9月17日，欧盟的天然气储备量呢已经达到了85.58%，正在赶上历史的平均水平，提前1个半月呢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原先预定这个11月1日呢能够完成这个80%的这个库容率的目标。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是欧洲虽然严重的缺乏能源，价格也比较高，但是呢只要节约12%的消费量，人们呢就能够过冬。二是这12%的节能量呢主要是用于缩减工业用气和用电，居民的基本生活呢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对欧洲的制造业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尤其是有色金属制造业、化工、钢铁等行业。另外受到影响的地区呢，因为对这个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呢都可以勉强过冬，但是呢德国、意大利对俄天然气呢是严重依赖，所以呢这面临比较大的挑战，需要节能呢15%以上。那么对经济的打击呢更大一些。尽管欧洲人呢能够过冬，但是呢也得承受高价的压力。要真正解除欧洲能源危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敦促俄乌停战和谈，
但是呢，欧洲仍然在军援乌克兰，没有这个劝和促谈的意思。乌克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4地进行的入俄公投结果周二公布。根据央视的报道，4地都以超过87%以上的支持率同意加入俄罗斯。据当地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公投4个地区的投票率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50%的门槛，公投结果可认定为有效。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表示，公投结果很清楚，欢迎民众回家。俄罗斯总统普京预料将在星期5宣布将4地正式并入俄罗斯联邦。美国和西方国家则宣布不承认公投结果。分析认为，乌克兰4地区的入俄公投或将导致俄乌冲突走向重大转变。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召开乌克兰问题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此次公投是虚假的，美国将会提出一项提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举行公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政治孤立、制裁施压只会让乌克兰问题解决陷入死局。当务之急是各方要推动政治和谈，并将所有的关切纳入谈判中。近来发生的事态再次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各方共同争取和维护，集团对抗、政治孤立、制裁施压，只会让问题解决走向死胡同。当务之急是要推动当事方尽快打开政治解决的大门，把各自合理关切都纳入谈判，把所有可行选项都摆上桌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也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始终主张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从不袖手旁观，也不火上浇油，更不会趁机谋利。我们将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将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驻俄使馆要求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俄罗斯，是否意味着美俄围绕俄乌军事冲突要直接对抗呢？俄乌军事冲突呢，本质上就是美西方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只不过呢，美西方没有派军队与俄军这个直接对垒，而是通过输送武器弹药和训练乌军进行代理人的战争。但是现在呀，美俄冲突正在升级，随着俄罗斯发布增兵动员令，美国感到呀，这个俄军啊，并不是一个纸老虎，仍然有充足的弹药储备和巨大的这个火炮发射能力，仍然是一支未被攻破的致命力量。这个乌克兰军队呢，打不过，于是呢，美国呀加强对乌军援，准备呢向乌俄提供这个中远程的导弹和火箭炮，乌军呢就可能攻击到俄罗斯境内目标。这样的事呢，已经是发生过2次了。而攻击俄罗斯本土势必会激发俄军呢采取一切措施，包括使用核武器。而一旦美国的援助的导弹呀打到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呢也可能会对美国发起反击。因此呢，在战争升级的当下，这个美国驻俄使馆发出美国人离开俄罗斯的警报，是预防美俄直接对垒。那么这种可能性呢是存在的，只是呢概率仍然比较小。这美国还认为啊，俄罗斯呢用常规武器可能无法取胜，不排除呢祭出核武器。如果俄罗斯真要使用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要让俄罗斯付出毁灭性代价。这些呢恐怕都是美国呀要美国人尽快离开俄罗斯所考虑的因素。欢迎回来。当地时间周3至周4，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第1届美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白宫称，峰会邀请了12个太平洋岛国参加，展示一种深厚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并计划签署涵盖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的11点联合声明。但所罗门群岛就拒绝签署这项由美国牵头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协议。观察指，这对美国要在太平洋重新确立自己的影响力构成了打击。白宫此次邀请了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帕劳、瑙鲁、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萨摩亚、图瓦卢、汤加和斐济等12国领导人参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披露，
美国最初只邀请了与其拥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参加峰会，并不包括库克群岛、纽埃岛、新卡里多尼亚或法属波利尼西亚。然而，在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坚持和游说下，邀请范围才扩大到这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报道还指出，最近几周，华盛顿一直在与上述国家谈判一项关于美国和太平洋岛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新联合声明。美方建议联合声明的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安全以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预计将在峰会上签署这一联合声明。分析认为，华盛顿正在采取行动，加强与该地区的外交、开发和商业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几个太平洋岛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就在周一，所罗门群岛向其他太平洋岛国发出外交照会，宣布该国不会在本周签署与美方的联合声明，并强调对该文件没有取得共识。所罗门群岛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相关提案，而且联合声明必须经过所罗门群岛国民议会的审议。有疑虑的还不止所罗门群岛，萨摩亚总理马塔阿法也表示，太平洋岛国和美国之间的联合声明相当笼统。他强调了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的重要性，但是并不希望看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增加军事存在。帕劳总统惠普斯则表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正在扼杀帕劳的经济发展。我希望联合声明是真正建立这些伙伴关系的实质性计划和举措。虽然说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商量这11点联合声明还在商议之中，而且呢，它确实这个突出了气候变化，还有这种抗疫的一些这种议题，这个确实是这个南太国家比较关心的。但是呢，它其中也提到了像基于这种规则的地区秩序，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它真正的这个目的所在，也就是这个围绕地区秩序啊这些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事实上，太平洋岛国被美国忽略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上周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进行期间，召集多个国家举行首次蓝色太平洋伙伴外长会。布林肯在发言中声称，美国将深度致力于太平洋地区发展，并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但讽刺的是，蓝色太平洋伙伴没有一个成员是太平洋岛国。美方发起的蓝色太平洋伙伴成立于今年6月，初始成员国包括美英澳日新5国，印度是观察员国，德国和加拿大外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构成上看，这个组织几乎是四边机制加奥古斯的翻版。加拿大外长梅拉尼·乔利在会前宣布，加拿大将成为蓝色太平洋伙伴的正式成员，这意味着五眼联盟齐聚该组织。所以我觉得这是2个层次，首先就是美国打造盟友体系，第二我觉得以盟友体系的这种方式，那么组合他们各方面在军事啊、政治、经济、安全方面这种优势，然后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这种影响和联系。但是根本上我觉得还是不可排除的，就是要和中国在这个地区竞争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实际上，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太平洋岛国长期不受关注。今年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人道主义救援、自然灾害应对等领域开展合作，旨在促进所罗门群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协议，却让美西方国家不淡定了。新西兰总理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多位高官时隔多年密集出访，澳情报部门负责人亲自登门，而澳媒不仅试图挑拨中所关系，甚至宣扬应入侵所罗门群岛，推翻政权。美国这些国家的担心，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冷战思维，实际上就跟这些年他不断的抹黑中国和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种思维逻辑是非常一致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些国家本身重新来选择和中国建设，要是从他本国的这种经济啊、安全利益来考量的。软硬兼施下，所罗门群岛并未屈服。在上周4举行的第7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控诉称，与中国建交以来，所罗门群岛受到了一连串毫无根据的批评、造谣和恐吓，但该国不会同任何针对主权国家、威胁地区及国际和平的外部势力或安全机制结盟。Solomon Islands has no enemies, only friends. Our struggle is to develop our country.
we stretch out our hand of friendship and seek genuine and honest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all.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索加瓦雷的表态掷地有声，有力回击了外界对中索关系的无端非议和不实指责，捍卫了中索两国开展正常交往合作的正当权利。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原则，发展与所罗门群岛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始终做所方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一如既往支持所方走独立自主、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的8集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在央视重磅播出。走过95年光辉岁月，新时代的人民军队焕然一新。周二播出的第3集《重塑》讲述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重整新装再出发，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历程。8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演训中多军种、多区域联合行动，展现了改革重塑后人民军队体系支撑下联合感知、联合指控、联合杀伤、联合反潜、联合风控、联合保障，特别是对陆打击、对海突击、远距离空中打击的强大能力。透过联合演训场上一个个风云激荡的画面，可以真切感受到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全新构成和崭新风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2013年11月，党的18届3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在讨论决定框架时，习近平就明确提出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把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一部分写入全会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党的领袖亲自担任。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也是第一次。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201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是中国的和平宣言，也是改革的出征号令。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3大战役接续展开，相辅相成，使这轮改革真正成为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政策制度协调推进的整体性改革，取得整体重塑强大人民军队的历史性成就。第一大战役领导指挥体制改革。2016年1月16号0时，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7大军区停止行使指挥权，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5大战区开始运转。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演习已成常态，战区专司主营备战打仗。梁启英和战友们思考最多的是打仗，考虑最深的是联合。从军期到战期，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代表的是我军领导指挥体制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缩影。陆军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加快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转变；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空军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火箭军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推进关键领域跨越发展，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加速发展、一体发展。联勤保障部队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
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随着军队改革强力推进，联合作战理念深入人心，联合指挥体制确立完善，军队新体制的4梁8柱拔地而起，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2016年12月2号，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风起云涌的第2大战役打响了。这轮改革，陆军集团军由18个调整为13个。2017年7月30号，朱日和沙场阅兵，改革重塑后的人民军队第一次全新亮相。刚刚诞生的陆军空中突击旅首先登场。这次改革我们新制作战力量得到了加强。我们作为空突旅的一员，有义务、有责任，练就备战打仗的过硬本领。从军、师、团、营体制到军旅营体制，合成营、作战支援营、勤务保障营，一个个军队新名词频繁见诸媒体。第73集团军某旅合成营营长陈松正在指挥一场两栖作战演训，天上无人机侦察，地面多兵种协同突击。一个合成营就是一个独当一面的独立作战单元，几乎囊括了陆军所有基础兵种。10年前我还是装甲步兵连的连长，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战演习，都是从其他单位抽组力量加强到一个营，短暂的磨合很难达到精准协同的效果。现在我们这个合成营完全不一样了，平时练在一起，战士通过一个拳头整体打出去。重构与强军进程匹配的军事政策制度，就是正在扎实推进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第3大战役。与前2场战役的大破大立、大开大合相比，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显得波澜不惊。2021年夏天，许多官兵的工资明细里多了父母赡养补助、配偶荣誉金，常年戍守边关的高原老兵带着妻儿踏上疗养之旅。2022年新年之前，各部队军官还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与军官晋升任用、岗位交流、待遇调整、奖励表彰、退役安置等直接挂钩，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新的军官制度就是对照军队好干部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具体的政策制度设计。